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我掐着一算，又该给大家讲变态连环杀人案了。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解说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高分冷门英剧《毒蛇》，又名《蛇祸》。冷门是真冷门，全网解说这部剧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。好看也是真好看，故事聚焦嬉皮士杀手险恶而又传奇的一生。故事主角名叫小黑，生性狡猾冷血，堪比毒蛇。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，谋财害命，毒杀了20人，却凭借极高的智商流窜于东南亚地区，把印度、泰国和尼泊尔警方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连续3次成功越狱，脱罪长达30年。而且在刑满释放后，小黑聘请经纪人联系各大电影公司，一边收费接受采访，一边出售关于他的影视剧改编权。他卖力营销自己，一度成为受媒体追捧的流量明星。一组男神阿米尔汗都差点跟他合作拍戏。而他罪恶却神奇的一生，还得从1975年说起。此时，嬉皮士运动的野火正在欧美呈燎原之势迅速蔓延。年轻人们为了表达对民族主义和传统政治的抵抗，纷纷背上背包，背井离乡，过起了自由的流浪生活，却也给了居心叵测之人可乘之机。1975年9月27日，美国加州的特蕾莎背上背包，独自来到泰国曼谷。他对西方的习俗和宗教彻底失望，决定去尼泊尔的一家寺院出家，从此再无世俗的欲望。可惜他没有奇博士那么好命，并没有找到鬼法师。在出家之前，特蕾莎想最后疯狂一把，在当地人煤球的盛情邀请下，到夜色公寓寻欢作乐。殊不知自己已经被盯上了。单身女性背包客，背包里露出的大叠支票，无一不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毒蛇区寻片刻，迅速出击，扑向猎物。小黑自称是一名珠宝商，邀请特蕾莎过来的煤球就是他的手下。小黑凭借个人魅力和花言巧语，很快卸下了特蕾莎的心防，把她带到了夜店续摊，并趁她不备，往饮料里下了迷药。特蕾莎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求救，可顾客们都熟视无睹，眼睁睁看着她被小黑和煤球架上了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骑着一路向海边开去。杀人非但不会让小黑产生负罪感，反而给予他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在他的蛊惑下，煤球给特蕾莎穿上泳衣，抱着她瘫软的身体走向海里。特蕾莎的意识始终是清醒的，身体却在迷药的作用下动弹不得，只能看着自己渐渐沉入海底，直到死亡。第二天，渔民将特蕾莎的尸体打捞上岸，曼谷警局却没有调查，就以意外溺亡草草结案。一条生命的消失，竟像石沉大海，没有激起半点水花。而这只是毒蛇小黑累累罪行的冰山一角。表面上他是宝石经销商，私底下则是谋财害命的杀人魔。为了跨国走私宝石，他还物色各种各样的目标，在获取他们的信任后对其下药，夺取他们的金钱和生命。他顶替他们的身份，游走在东南亚地区，甚至中国香港，一套操作早已驾轻就熟。小黑的犯罪团伙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煤球是印度人，负责物色并接待目标。他的情妇大波浪是法裔加拿大人，负责依靠性别优势博取女性受害者的信任。唯独小黑的身份是个谜，看外貌多半和亚裔沾边，可能也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，没人知道他的底细。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大波浪。其实在5个多月前，她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，在前男友朱哥的陪同下，离开故乡魁北克去曼谷，在飞机上认识了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小黑。朱哥突然呕吐不止，给了大波浪和小黑独处的机会。小黑神秘又忧郁的气质，加上看似无比真诚的花言巧语，无形中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从此，小黑和大波浪之间的书信来往就没断过。小黑的信那叫一个热情似火，整理成册就是一本骚话大全，轻易打开了姑娘的心房，甚至让她背井离乡奔赴曼谷。然而小黑就像每一个海王一样，明明软玉温香入怀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同居3周，愣是连大波浪的那一边都没碰一下。大波浪不仅怀疑小黑摸不出弯的，等钓的差不多了，小黑又摇身一变，展开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攻势，又是送衣服，又是送首饰，还送了条狗。试问谁能抵挡狗狗的诱惑呢？反正我不能。就这样，大波浪被 PUA 拿下，乖乖跟着小黑去海滩旅游。然而这都是小黑阴谋的一环，美丽的大波浪是最好用的诱饵。小黑利用她和一对夫妇套上近乎，4个人原本相谈甚欢，未成想那对夫妻突然闹肚子，随后就不知所踪。到了晚上，小黑2人来到那对夫妻的房间，房门没锁，映入眼帘的是血迹和颜色可疑的排泄物。那对夫妇倒在房间里生死未卜。小黑丝毫不慌，非但没有叫救护车，反而拿走了他们的现金和护照。大波浪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小黑设下的圈套，而这只是个开始。小黑用刚刚偷来的钱在夜色公寓租了一间房，从此这里就成了他们雌雄双杀的大本营。小黑伪装成法国珠宝商，而大波浪则是珠宝商的模特太太。他们给游客下毒，偷了他们的护照和现金，再用偷来的护照冒名顶替，以不同的身份游走在东南亚各国，一边走私宝石赚差价，一边寻找新的猎物，居然形成了一种循环。可小黑的野心不会就此止步，某天居然从外边拐了个男人回来。这个被要得的小伙名叫倒霉蛋，
被小黑相中，拐回了打杂。就在2年前，达维达离开巴黎老家，去澳大利亚的游艇上工作，一段时间就腻了，临时起意去泰国清迈耍2天。没想到这一耍，险些把命交代了，因为他遇到了小黑。白天，小黑就像一个知心大哥，陪他饱览美景，挥洒青春。到了晚上，他终于露出獠牙。在小黑的贴身陪伴下，倒霉蛋很快上吐下泻，体尽昏厥。小黑顺势以治病为借口，把倒霉蛋带回了夜色公寓，看似悉心照料，其实每天给他喂的都是慢性毒药。可怜倒霉蛋看不透其中的奥妙，不好意思无故受人恩惠，把家务都一肩挑。直到有一天，小黑的宠物猴偷吃了他的药，倒霉蛋这才意识到自己没准着了坏人的道，当时就想血然跑，向小黑讨要护照，却发现护照早被动了手脚，自己就像温水里的青蛙，被小黑套牢。倒霉蛋一没钱买票，二没有护照，一举一动都被小黑的视线笼罩。但倒霉蛋从未放弃过希望，他发现小黑把受害者的护照和现金藏在了保险柜里，并偷偷记住保险柜钥匙的位置，伺机而动，等待机会。而小黑那边为了获得稳定的宝石供货渠道，亲自出马出卖色相，勾搭上了一个叫阿莲的曼谷女人。阿莲掌握着稳定的货源，还在曼谷有线下实体店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阿莲的父亲是曼谷警局高官，有了他的庇护，小黑再无后顾之忧，胆子也随着膨胀，甚至把嬉皮士、背包客们直接带回夜色公寓，下药、盗窃、抛尸一条龙。小黑和阿莲的亲密接触自然引起了大波浪的不满，也为未来埋下了隐患。1975年11月，小黑和大波浪顶着假身份来到香港，一边出售走私的宝石，一边在街头目测着新的猎物。路边珠宝摊里，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吸引了小黑的注意，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天真的味道，仿佛在说：“我是肥羊，快来吃我。”小黑暗中观察，发现小伙东摸西瞧，却面露难色，立刻凑过去和小伙套起了近乎，轻易套出了对方的底细。小伙名叫阿强，和老婆阿珍离开老家荷兰，来东南亚穷游。阿强本想给妻子阿珍买一枚戒指，作为他们爱情的证明，奈何囊中羞涩。小黑笑了，这不是巧了吗？他就是珠宝商。小黑答应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价格卖给阿强一只镶嵌钻石和蓝宝石的白金戒指，买卖做成了，交情也就结下了。小黑顺势邀请阿强2口子去曼谷做客。正所谓拿人手短，阿珍、阿强自觉占了便宜，便不好再推辞。没过几天就出现在曼谷机场。他们没有入住预定的酒店，而是跟随前来接机的煤球直接去了夜色公寓。小黑对阿强他们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，包吃包住包陪玩。得知阿强结婚需要钱，他还主动伸出援手，用一顿掏心窝子的话打击阿强的自信心。I think every man must one day make a home. 他告诉阿强，现在就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摆在你面前，我这里有一颗钻石，提前卖给你，带回荷兰，你转手就能卖1.5万。阿强犹豫了，想跟阿珍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。朋友们，记住这句话：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如果真遇上了，小心被馅饼砸坏了脑袋。不管哪一行，水都很深，你把握不住。当晚的庙会上，大波浪又提出让阿珍买宝石，阿珍却沉默以对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从那天起，阿珍和阿强就卧病在床，呕吐、发烧，身体日渐衰弱。喝了大波浪送来的药，他们的病情更加恶化。2口子大病几天，才终于察觉事情不对，试图反抗逃生，可惜为时已晚。2个月后，荷兰驻曼谷大使馆收到阿强哥哥的求助，说他弟弟阿强和弟媳阿珍失踪了。而咱们的小白也终于要登场了。小白作为荷兰驻曼谷大使的秘书，立刻向大使汇报情况。大使笑了，说：“滚，不要影响我摸鱼。”赶紧就把烂摊子扔给了曼谷警察。Good shot. Once again, the Dutch triumph over you Brits. 正所谓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在曼谷这片犯罪厅堂，失踪和命案早就是家常便饭，掌权者早已人浮于事。小白联系曼谷警方，没想到全员放假去了。天大地大，放假最大，管你是杀人放火还是军事政变，哪怕英拉回国当总理了，也得等他们放假回来再说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小白只好求助政府间缉毒联络处。这个联络处是由不同国家为缉毒任务建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，相互合作，互通有无。隔壁比利时大使馆的西叔是个热心肠，赶紧给小白支招，让他先去机场确认阿强他们有没有进入曼谷。入境登记卡显示，他们确实抵达了曼谷，本该下榻圣克勒斯酒店，可小白到了酒店，却得知他们压根就没来过，于是又转战邮局。这里是在国外旅行的背包客们和亲朋好友们通信的唯一渠道。小白检查发现，这2个月以来，阿强从没来取过信，说明阿珍和阿强自打进入曼谷就失去了行动自由，甚至有可能已经遇害。小白向西叔求助，在西叔的引荐下，小白从澳大利亚大使馆的阿朗口中得知，2个月前，曼谷东区警局发现了2具焦尸，由于尸体面部被严重损毁，无法确定他们的身份。加上嬉皮士运动盛行，每天都有嬉皮士失踪，也有原以为失踪的嬉皮士从深山老林里钻出来，导致整个信息档案一团乱。
曼谷警局随便挑了2个失踪者，扣在那2具礁石头上，就这么草草结案了。东区警局的档案里，受害者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但衣物残骸上荷兰制造的字样暗示着他们的身份。看来这2具焦尸就是小白在寻找的阿珍和阿强。小白拿着这些证据，恳请享受完假期的警察们立刻着手调查这一恶性事件。局长表示，此案情节极其恶劣，警方高度重视，可惜警力非常有限，调查进度十分缓慢，我们只有深表遗憾。如果秘书您愿意继续调查，我们愿意放权，从精神上全力支持您的工作。他俩是一个敢放，一个敢接。小白说干就干，另辟蹊径，从阿强寄出的信件和照片中发现了滑点。离开香港前，阿强给家里寄了最后一封信，在信里提到了一名法国珠宝商，他的总部就是在曼谷。一旁的小白妻子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立刻拿来了《华盛顿邮报》，醒目的位置赫然写着法国珠宝商将起诉比利时某伯爵。这个珠宝商刚好是个法国人，他的总部又刚好就在曼谷，这俩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？小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求助西叔，结果歪打正着，意外得知早在2个月前，有个名叫迪娜的法国女人向各国大使馆求助，控诉一名法国珠宝商下毒、抢劫甚至谋杀背包客。可惜当时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儿。朋友们，2个月过去了，这里还能见待吗？小白赶紧联络其他各国大使馆，总算在英国大使馆的小胡子口中打听到了迪娜的消息。2个月前，就是他接待了迪娜，却以此事超出大使馆职权范围为由，打发他去报警。哪能想到珠宝商和警察交情匪浅，这么干四舍五入就是自投罗网。 What is it you think we're here for? I don't mean our work, I mean as human beings. If it is not to have a care for one another, then what is it? I'm sorry. 迪娜或许是猜到有人会展开调查，临走时留下了阿强的日记本，里面夹杂着阿珍和阿强的合影，以及珠宝商小黑的名片，还有迪娜现在的住址夜色公寓。小白不顾自身安危，蹭西叔的车来到夜色公寓。西叔毕竟是老江湖，劝说小白及时收手，没必要为了淌这趟浑水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说着，掏出了一把 M1917美国制史密斯维森，这玩意儿专治各种不服，然而却被小白婉拒，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蝙蝠侠，杀人就输了。2人分头行动，罗宾不是西叔在外接应。小白在怀着不安的心情，独自进入夜色公寓，敲响了迪娜的房门。好在她和丈夫雷米都安然无恙。小白把这对夫妻带回家保护起来，经确认，小黑就是杀害阿强和阿珍的凶手。这起命案只是小黑罪行的冰山一角，还有更多嬉皮士背包客在夜色公寓里被夺走了钱财和生命。迪娜追悔莫及，当初就是她给小黑带来的第一波客户，还常常带小黑出席法语联盟的聚会。他是万万没想到，看起来热情又充满魅力的帅哥，竟然是个杀人魔。可现在没有直接证据，没法说服曼谷警方抓人。好在西叔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M1917美国制史密斯维森。小白的相对冷静，他会想办法搜集证据，形成可以交叉参照来源的报告，倒逼曼谷警局抓人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2人不欢而散。小白继续询问法国夫妇有关小黑团伙的信息，得知去年圣诞节前夕，小黑带着大波浪和煤球匆忙离开，前往香港，只留下倒霉蛋独自看家。反正他1没钱，2没护照，肯定跑不掉。未成想，他们的异动引起了邻居迪娜的注意。等小黑他们走后，迪娜找倒霉蛋打探消息，意外得知了小黑杀人魔的真面目。抱着新闻里的溺亡少女，还有被活活烧死的情侣，全都是小黑的杰作。一方面，小黑作案极其隐蔽；另一方面，官僚机构人浮于事，再加上小黑在警局有人，整个曼谷竟然没人能动他。迪娜和丈夫雷米一合计，决定先救倒霉蛋，再想办法揭发小黑。机票的事好解决，有钱就行。那护照咋办呢？现在倒霉蛋的护照上贴的是小黑的照片，海关又不是瞎子，好在小黑百密一疏，居然没把护照原来的照片销毁。现在倒霉蛋距离自由只剩一张签证的距离。迪娜灵机一动，那群受害者的护照里肯定有的签证还没过期。迪娜随手一翻，还真找到了一本。护照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片头被煤球溺死的特蕾莎。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一名受害者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了另一名受害者。迪娜叫车把倒霉蛋送去机场，再三叮嘱他回国后给他们写信，把信寄去存邮处，以免被小黑拦截。送走了倒霉蛋，迪娜立刻向使馆求助，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使馆方震怒，竟有此事，然后表示爱莫能助。2个月过去了，倒霉蛋像石沉大海，没传回半点消息。迪娜甚至一度怀疑倒霉蛋会不会是个骗子，或者在出境前就被小黑拦截了。为了确定消息真伪，小白和妻子白嫂来到机场，查到了倒霉蛋的出境记录。可谁能证明出境的是他本人，而不是冒名顶替的小黑呢？与此同时，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。小白夫妇在机场查询的同时，迪娜再次去存邮处检查邮箱，惊喜地发现了倒霉蛋的信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3个月前，倒霉蛋在迪娜夫妇的帮助下，终于得到了回家的机会。
怀揣着动过手脚的护照，心里忐忑不安，生怕在机场撞见从香港回来的小黑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先是航班延误，又碰上乘客闹事，离检票口越来越近，倒霉蛋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我的脚也在鞋里握成了拳头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倒霉蛋顺利登机，心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欣喜。倒霉蛋回到了父母的怀抱，但平安无事是一回事，切实感的安全却是另一回事了。每天醒来，他都不敢睁眼，生怕看到夜色公寓的天花板。所谓的自由只是黄粱美梦。直到3个月后，倒霉蛋才终于鼓起勇气给迪娜写信。迪娜喜极而泣，却没想到他等来的不只是信，还有最可怕的噩梦。You've had nothing from Dominic? 小黑提出捎带迪娜回家，为了防止小黑起疑，迪娜只好硬着头皮坐上了他们的车。另一边，小白夫妇听说迪娜去存邮处迟迟未归，心里暗道不好，立刻赶到了存邮处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得知迪娜和一个女人、2个亚裔男子一起离开了，拍到那3个人就是小黑团伙，唯一的证人迪娜生米已危在旦夕。可迪娜的老公雷米只能独自回到夜色公寓。要是小黑看到了小白和白嫂，肯定会意识到自己的肮脏勾当被曝光了，当场就会杀迪娜灭口。雷米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，一头闯进了小黑的据点。好在迪娜安然无恙，小黑不光没对他俩动手，反而给了迪娜一笔钱，作为帮他介绍客户的佣金。2口子连滚带爬回到家，立刻给小白打电话。雷米怂了，只想赶紧跑路，而迪娜的心中却升起一股勇气。刚刚小黑支付佣金的时候，他注意到手提箱里全是现金，还有好几本护照，可想而知，小黑他们这3个月里又干了好几票。如果自己就这样一走了之，那谁来找证据？受害者们在九泉之下岂能瞑目？双方约好分头行动。雷米照常出门上班，免得引起小黑的警觉。迪娜在暗中跟踪小黑，想办法拍下证据。小白通过大使馆的渠道查找小黑作案的痕迹，明晚在小白家里碰头。小白找出去年9月到今年1月的所有英文报纸，将东南亚地区的无头命案都裁剪并收集整理。然而调查却被不速之客打断，正是小白的顶头上司荷兰大使。这几个月以来，小白滥用职权，越权查案，偏偏态度还特别强硬，什么英国大使啊、比利时伯爵啊，都被他骂了个遍。威名早就传遍了各大使馆，终于传到了荷兰大使的耳朵里。大使下达最后通牒，要是小白再这么胡作非为，他分分钟申请把小白召回海牙，让他提前过上钓鱼吹海风的养老生活。另一边，迪娜的调查险象环生。小黑作案后会将受害者的随身物品据为己有，从闹钟到收音机，甚至连眼镜都不放过。这些战利品如今都是他谋财害命的证据。迪娜和雷米带着拍到的证据和小白他们会合，结合报纸新闻、受害者的随身物品，还有迪娜的记忆，小白梳理出好几件谋杀案，甚至推测出小黑他们这3个月去了尼泊尔，还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犯下了命案。3个月前，小黑他们确实没去香港，而是转战尼泊尔的加德满都。小黑为大波浪准备的出国护照上正是那对荷兰情侣中阿珍的名字，这让大波浪的内心开始恐惧动摇。到达加德满都后，小黑一边寻找新的猎物，一边却住着豪华酒店，参与豪赌，花钱如流水。他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上面都沾满了鲜血。看到黑心钱被挥霍一空，连住宿费都搭进去了，大波浪的心态终于崩了，他受够了，不想干了。可小黑能让他走吗？回到酒店，小黑特地为大波浪点了一壶茶，当着他的面往里面下药。如果大波浪还想留在他身边，想重获信任，就干了这杯。为了证明对小黑的爱意，大波浪一饮而尽，然后就昏了过去。小黑下的不是毒药，而是安眠药。小黑拿着枕头就要捂死大波浪，他是犹豫再犹豫，最终还是下不了手。大波浪一觉醒来，看到枕边的玫瑰，知道自己通过了考验，但是他心里的坎儿还好端端的立在那儿，迈不过去。大波浪出门散心，正好看到了库玛丽女神。每一代库玛丽女神都要通过严苛的试炼和层层选拔，才能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。可一旦当她月经初潮来临后，就会被另一个年轻小姑娘取代，最终嫁给一个抠脚大汉，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了却残生。大波浪仿佛在女神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。对于小黑而言，她也像是库玛丽女神。现在的小黑爱她，崇敬她，但她最终也会被另一个女人取代。为了巩固自己在小黑心中的地位，你们猜大波浪干啥了？没错，他居然主动寻找了猎物。一对怀揣2颗红宝石的天真情侣。等小黑回了酒店，看到房间里一对陌生情侣时，连他都有些蒙圈。但肉都送到嘴边了，不吃岂不是辜负了大波浪的好意？情侣2人打算明天上山，小黑顺势要开车送他们去。等待着他们的是下药、抢劫、谋杀、焚尸一条龙。那对情侣化作两具焦尸，而他们的宝石被小黑卖给了当地土豪，小赚了一笔。没想到2人前脚刚回了酒店，后脚就被尼泊尔警方带走。原来是倒霉情侣的朋友向警方举报了小黑和大波浪。
可是当警方让他指认时，他又犹犹豫豫，最终放走了这对杀人魔。但小黑和大波浪这次也在尼泊尔警方这里留下了案底，为将来被捕埋下了伏笔。经历了这次小波折，小黑和大波浪的关系更加亲密，犯罪也愈加肆无忌惮。他们和煤球离开尼泊尔，先去隔壁印度霍霍了一圈，又转战香港坑蒙拐骗，边杀人边旅游，整整闹了3个月才回到曼谷。不过这些都是毒蛇小黑身份暴露，专家根据线索和小黑团伙的口供整理出的内容。1976年的小白手里只有一些间接证据，勉强拼凑出小黑的行动轨迹。迪娜和雷米继续回公寓待命，小白则带着装订成册的资料寻求西叔的帮助。听完小白的分析，西叔立刻带小白去找澳大利亚大使馆拿了。还记得小黑在海边毒贩的那对夫妻吗？也许当时小黑的技术还不纯熟，也可能是那对夫妻命大，两人在医院住了2周，居然侥幸活了下来，并向澳大利亚大使馆求助。那对倒霉夫妻事后回忆，他们在昏迷前最后见到的人是一对古怪夫妻，丈夫是说着流利法语的亚裔混血，妻子是法裔加拿大人，他们还带着一条白狗。这句话如五雷轰顶，小白掏出了迪娜拍摄的大波浪的照片，里面赫然有一条白狗，特征完全符合。这下证据确凿，小白拿着这些证据向警方施压，这回警方终于坐不住了，今天下午就搜查夜色公寓。白嫂立刻给迪娜和雷米打电话，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他们再也不用冒险当卧底了。这部冷门英剧《毒蛇》取材自真实事件，以几乎100%的还原度重现了变态连环杀人魔毒蛇的一生。毒蛇是印度人和越南人的混血，4岁时被父亲抛弃，不得不跟着母亲改嫁到法国。在当时的法国，他这样的亚裔混血是彻彻底底的社会底层，想实现阶层跃迁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毒蛇的母亲，他最亲近的人，却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给予他迎头痛击。就连他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，在他人生的低谷离他而去。或许是以上种种造就了小黑这条畸形的毒蛇，他的目标都是西方嬉皮士，那些在他眼里宠民优渥却不知珍惜、装模作样的寻求自由的年轻人。毒蛇抢走别人的护照，不光是为了继续流窜作案，似乎也是在剥夺对方的身份，并取而代之，用杀人的方式夺取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。这么看，毒蛇杀人不是为了积累财富，而更像是一种复仇。毒蛇并不是一部恐怖片，在这看剧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感到不安，仿佛真的有一条毒蛇在看门间的角落里盯着我。因为毒蛇的身上似乎很少出现人性。后来他锒铛入狱，接受采访时说，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感到悔恨，我会回答他们，扛着机枪的军人会为击杀100个敌人而悔恨吗？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会为朝我家乡扔下汽油弹而悔恨吗？不会。警方的漠视，大使馆的抽离，更加笃定了他的看法。当生命的价值掉到尘埃里，所有人都是行尸走肉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即便谋财害命，也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生活状态。好在世界上还有小白、白嫂和西叔、迪娜和雷米这样的突蛇者，在黑暗中发光，让毒蛇无处遁形。下期我们将揭秘小黑如何从一个纯良的亚裔青年，一步步蜕变为冷血的毒蛇，又是如何在泰国、印度、尼泊尔流窜，却躲过了谋杀指控，连续3次越狱，最后又是如何营销自己，化身为流量明星。本期点赞过10万，我就加班加点给大家干出毒蛇的下集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超越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超越频道中1%的审片人，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，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、长达几10个小时的会员影片。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！